秦觉把一个孩子放在我面前，是他战死白月光的遗孤。他撂下话：抚养瑶妹的遗孤与和离，你选一个。我看着他，平静地选了和离。我选和离。他以为我只是闹脾气，等着我后悔。第3天，我放弃了我们3个月大的骨肉，悄悄离京。后来听闻那位权倾朝野的都督终身未再娶，也再无子嗣。秦觉把那个孩子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屋外的雪下得正大，孩子裹在厚厚的锦缎襁褓里，只露出一张冻得发青的小脸，他身上还带着一身未消的寒气和血腥味。云瑶死了。他开口，声音极淡，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。可我知道，他那颗心早随着那个叫云瑶的女子一同死去了。我的视线从孩子面上移开，落在他那张俊朗却毫无温度的脸上。他风尘仆仆，甲胄上冰雪犹未消融，像是刚从战场上退下来，便径直踏进了我院中。这是他的孩子。他又道。我没有接话，只静静地望着他。成婚3载，他待我始终相敬如宾，却也始终心如铁石。我明白他心里住着一个人，那个陪他从微末之时一路走到权倾朝野的女人。只可惜她是个命薄的，3年前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如今想来是我错了，他非但未死，还替他诞下了一个孩子。而现在他大约是真的死了，死在了乱军之中。秦觉看着我，眼神里半分夫妻间该有的温情都没有，只余下不容置喙的命令。他叫念瑶，秦念瑶。思念云瑶，情深意切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心底一片寒凉，我面上却半分不显，只静静地反问：所以呢？我的平静似乎激怒了他，他拧起眉头。从今日起，她便是都督府的嫡长女，记在你的名下。我看着那个孩子，襁褓绣着精致的莲花纹样。我若是不愿呢？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秦觉盯着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般。3年来，我一直扮演着一个温顺识大体的都督夫人，为他操持家务，孝敬长辈，打理人情往来。所有人都说我是他的贤内助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不过是他用来装点门面的一个摆设。你没得选。他的声音冷了下去。要么好好将念瑶养大，你仍旧做你的都督夫人。他顿了顿，每一个字都像冰锥扎进我的心里。要么和离。他说完，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笃定我会选择前者。毕竟我身后无依无靠，除了都督夫人的名头，我一无所有。而我们的孩儿秦世恒才刚刚3个月大，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为了孩子都会选择隐忍。我瞧着他，疏忽笑了。好，我选和离。秦觉怔了一瞬，他眼中的错愕是那么明显，仿佛听到了何等荒唐的笑话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一字一句清晰又缓慢。我选和离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伸手。和离书，拿来。他没有动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，像是在打量一个他从未了解过的陌生人。他大约以为我在使性子，在拿这种方式博他侧目，逼他收回成命。可他大错特错，一个女子的心从来不是一夕之间冷透的，是3年的冷落，3年的相敬如宾，3年独守的空房。尤其是我怀着世恒时吐得昏天暗地，他却因云瑶托人捎来的一封书函，便守在边地军帐中整整1个月。那以后，我的心变成了一捧再难复燃的死灰。陆之瑜，他唤我的名字，语气里压着警告。莫有任性。我目光平静地迎上他的视线。秦觉，你弄错了一件事，我并非在同你闹，我是在通知你，这个都督夫人我不做了。言罢，我再不看他，转身朝内室走去。世恒的哭声适时地响了起来，乳母急忙将孩子抱起，轻轻地哄着。我走上前，从他怀中接过孩子，他小小的、软软的，满身奶香，一到我怀里，哭声便止住了，睁着那双酷似秦觉的眼睛，懵懂地望着我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秦觉跟了进来，他瞧见我抱着孩子，眼神柔和了一瞬。他大概以为孩子是我的软肋，是我最终会妥协的理由。之瑜，就算为了世皇，和离之后，世皇归你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整个房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乳母和近旁的侍女齐齐倒抽一口凉气。秦觉的脸色瞬间铁青，他猛地上前一步，作势要夺我怀中孩子，
我侧身避开，将孩子稳稳护在怀里，直视他那双蓄满怒意的眼。秦爵，你听清楚，这个孩子我不要了。他以为我在说气话，他冷笑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。他把那封早已拟好的和离书扔在了桌上，仿佛是一种恩赐，笃定我绝不敢欠。他甚至没有带走那个叫念瑶的孩子，孩子被留在了偏院，由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2个亲信嬷嬷照看。整个都督府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下人们看我的眼神满是同情和怜悯。在他们眼中，一个失了丈夫宠爱，还要替情敌养孩子的正室夫人，自然是全京城最大的笑话。我的贴身侍女夏至哭得眼睛都肿了。夫人，您怎么这样傻？您若走了，小公子怎么办？他才3个月，离了亲娘可怎么活？我没有答话，只静静地坐在窗边，看外头扯絮般的雪。我的嫁妆3年前便已分批挪出了府，京城外的庄子，南边的铺面，还有些见不得光的私产，零敲碎打，早已布置妥当。这些年间，借着都督夫人的身份，我替自己铺就了一条随时可以抽身的后路。秦爵以为我一无所有，只能依附于他。他不知道，我真正的倚仗从来都不是他，而是我自己。次日，秦爵没有回来，他使人传话说军务繁荣。我知道这是施压，他在等我低头。等我抱着世恒去求他收回那纸和离书，我依旧不为所动，照常用饭安歇，亲自补喂世恒。我抱着他，一遍遍闻他身上淡淡的奶香。夏至在一旁候着，眼泪落得更凶。他只当我想通了，为了小公子，决意留下。夫人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只要您还在，小公子就还是都督府名正言顺的嫡子。我摇了摇头。夏至，你跟我多少年了？5年了，夫人。你若信我，便按我说的去做。这些银钱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城西有处小宅，你先去那里落脚。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你与我再无干系。夏至跪倒在地，哭得几乎岔了气。夫人，您是不要奴婢了吗？我双手搀她起来。不是不要你，是给你一条活路。我走后，秦爵的怒火必定牵连我身边之人。你跟着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让你走，是保全你。第3日是秦爵给我的最后期限，天未亮时我便醒了。我最后一次给世恒喂了奶，小家伙吃饱了，在我怀里满足地睡着了。他的睫毛很长，像2把小刷子，睡着的时候会微微颤动。我低下头，在他额间轻轻印下一个吻。我的孩子，对不住，娘不能带你走，留在他身边。你是权倾朝野都督之子，前程似锦，跟着娘，你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，要面对无尽的追杀和流亡。原谅娘的自私。我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封信塞进了世恒的襁褓里，信上只有一句话和离书，我签了，孩子我不要了。随后我从都督府角门悄无声息地离开，不曾惊动一人。京城的雪停了，街道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停在街角，车夫是我早就安排好的人。我上了马车，头也不回地驶向了城门。我清楚，待秦爵发现我真的走了，必是雷霆震怒，他会封锁城门，会派人到处搜捕我。但他不会料到，我压根儿未打算躲。马车一路向东，赶在天亮前到了城外通州码头。码头上，一艘挂着漕运旗号的大船已经等候多时。船老大是曹帮的头目，当年欠过我父亲一个人情，我拿出信物，他二话不说便将我迎上了船。船很快就起航了，顺着运河一路南下，立在船头，望着渐远渐消的京城轮廓，心中无半点留恋，只余下一种脱出牢笼的轻快。秦爵，永别了，我陆之羽，从今往后与你再无半分瓜葛。后来我才听闻，那天早上秦爵回到都督府，看到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桌上签好字的和离书时，当场捏碎了手中的茶杯。他下令全城戒严，搜捕我的下落。当他在世恒的襁褓里发现那封信时，那个权倾朝野，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。
他疯了一样冲出府门，亲自带人追到了通州码头。可是他来晚了，江面上只有茫茫的雾气。据说他在码头上站了整整1天1夜，直到被风雪冻僵，才被手下强行带了回去。他始终不相信我会那么狠心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抛弃。他以为我只是躲起来了，等他气消了就会自己回去。直到他死，我都没有再回过京城。南方的气候总是温润的，船在扬州靠岸时正值烟花3月。我在此处置下了一座临水的小宅，宅院不大，胜在雅致，带着一方小小的花园。我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，叫安和。没人知晓我的过往，扬州城里的人只晓得城南新来了一位姓安的寡妇，手头颇有些钱财，为人却很低调。我遣散了大部分下人，只留了一位哑婆婆帮忙打理家务。夏至在我离开京城半年后也辗转寻了过来，她变卖了京中那处小宅，铁了心要跟在我身边。我拗不过她，只得将她留下。日子就此安稳下来。我拿出带出的银钱，盘下几间铺面，做起丝绸与茶叶的生意。先父在世时曾手把手教我如何经商，那些年后宅的日子虽磨平了一些棱角，可骨子里的东西终究磨不掉。生意很快上了正轨，不过3、5载光景，我已成了扬州城里小有名气的富商。我不再是养人鼻息过活的都督夫人，我是安和，单单为自己活着的安和。我偶尔也会想起世恒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想他如今长多高了，可会说话了，可学走路了，秦爵待他可好。只是这样的念头往往一闪便过。我清楚我没有回头路，回去便是死路一条。秦爵的骄傲绝不容许一个背弃他的女子在这世上安然无恙地活着，所以我必须好好活，为我自己。秦爵的消息还是会零零星星地传到我耳朵里。商队的伙计们走南闯北，总会带回一些京城的传闻。他们说都督秦爵自夫人病逝后便再未续弦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2个孩子身上，尤其对长女秦念瑶宠到了骨子里。为了她，甚至婉拒了天子的赐婚。至于那个唯一的儿子秦世恒，却似乎并不如何得宠。听说秦都督极少抱他，也极少同他讲话，小公子的性情也因此变得格外孤僻，沉默寡语。听到这些，我的心还是会疼，但我无能为力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所有后果都该由我自己担着。夏至不止一回劝我，小姐，要不我们偷偷回去瞧一眼小公子吧，只远远瞧一眼，不让都督发觉便是。我每回都只是摇头，京城是我的禁地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直到我离开京城的第7年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铺子里。那日我正在柜后对账，一个面容冷峻的男人迈步进来，他瞧着30出头的年纪，目光却带着与年岁不符的沧桑和锐利。他身后还跟着个7、8岁模样的男童，生得粉雕玉琢，眉眼间像极了秦爵，只是那张小脸上满是冰凉的戒备，无半分孩童该有的天真。我心头猛地漏跳一拍，算盘珠子自指间滑落，噼里啪啦滚了一地。男人没有看我，目光落在柜台一匹云锦上。这匹布我要了。嗓音低沉，带着威亚。我定了定神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客官，这匹云……话未说完，手腕便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攥住。那男人不知何时已欺之近前，一双鹰隼般的眸子狠狠锁住我。陆之许，他几乎是咬着牙从齿缝里逼出这3个字。我浑身血液瞬间凉透，是他，秦爵的心腹，也是他的影子。暗卫同理，他竟寻到了此处。身边的男童也抬起眼睛静望着我，他眼里有陌生的打量，也有一点藏得极深的小心翼翼的渴望。他嘴唇动了动，似想说什么，终究只是抿紧了唇。清澈的手越收越紧，几乎要将我的手骨捏碎。夫人，您躲得可真够久的，将军寻了您整整7年，如今该随我回去了。他话音方落，门外涌进10数个身着劲装的护卫，将整间铺子围得水泄不通。我明白，插翅难逃了。秦彻看着我惨白的脸，露出残忍的笑。哦，险些忘了介绍，这位是世子秦世恒。将军命我带他来，亲眼看一看，看看那个为了自个儿的荣华富贵抛弃他，7年来对他不闻不问的亲娘，究竟是副什么嘴脸。秦彻的话像一把进了毒的刀，精准地刺入我最柔软的地方。我看着世恒，一个才7岁的孩子，本应无忧无虑，可他的眼睛却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，没有光，也没有半分暖意。
那里面映出的我是一个面色惨白、狼狈不堪的陌生女人，一个背负着抛夫弃子罪名的母亲。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无法呼吸，但我不能表现出分毫。在秦绝的人面前，任何一丝软弱都会成为他们拿捏我的把柄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头的剧痛，迎上秦彻的目光，眼神冷得像冰。秦统领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安和，是个生意人。什么陆之鱼，什么世子，我一概不知。秦彻像听见天大的笑话，低低笑了起来。夫人，7年不见，您的戏还是这般好，只可惜将军早就料到了。他松开我的手腕，自怀中缓缓抽出一卷画轴，当面展开。画上是一名倚窗持杖的女子，眉眼、神态，甚至耳垂上那颗细微的红痣，都与我一般无二。正是前些时日我坐在铺子中核对账目的模样。我的心直直沉了下去，原来他们早就寻到了我，这几日不过是隐在暗处最后确认罢了。今日是来收网的。画师说您十分警觉，只敢远远勾个轮廓，可将军只看了一眼便说是你。他说就算你化成灰，他也认得。我的指甲用力掐进掌心，秦觉他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志恒始终没有开口，只拿那双黑沉沉的眼睛望着我，目光里没有恨，也没有盼，只是一片空洞的漠然，仿佛在打量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物时。这种漠然比任何指责和怨毒都更令人心碎。夏至听到动静，从后院冲出来，一见秦彻与那满屋子的护卫，脸色霎时白了。他下意识挡在我身前，如同护雏的母鸡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秦彻冷眼扫过他。夏至，你也还活着，很好。将军有令，当年随夫人一同病逝的人，一个不能少，全带回去。我心头一凛，这是要赶尽杀绝。我将夏至拨到身后，朝前站了一步。秦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与他无关，你放他走。秦彻勾唇冷笑：夫人，您眼下没有资格同我们谈条件，带走。他一声令下，2名护卫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我。夏至尖叫着欲扑上来，又被另2名护卫死死按住。铺中伙计和客人吓得缩在角落，大气不敢出。我没有挣扎，挣扎是徒劳的。秦彻带来的皆是秦觉麾下最精锐的暗卫，我只是望着世恒，从头到尾他都像个局外人，冷眼旁观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当作囚犯一样押走，那张小脸上依旧没有表情。外面停着一辆极其宽大也极其坚固的玄铁马车，这是囚车，专门用来押送重犯的。秦觉他把我当成了犯人。就在我被推上那辆玄铁囚车的前一刻，一直沉默的世恒忽然开口：等一下。他的声音带着孩童的清脆，却冷得没有半分暖意。所有人都是一愣，秦彻也颇意外，回身恭敬道：世子有何吩咐？世恒没理他，缓缓走到我面前，仰起头。7年来，这是我们母子头一回如此近地相互凝视。我能清晰瞧见他长密的睫毛和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他似乎想问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只是伸出小小的手，指向我腰间挂着的香囊，那是我亲手绣的，里头填的是安神的草药。这个是我的。他说，语气是命令而非询问。我怔住，那花样是我随意绣的，并无特殊之处。他为何说是他的？秦彻也皱起了眉，显然不解。世恒固执地盯着我，那模样像极了秦觉。把它还给我。望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心头忽然涌起一个荒唐的念头。我缓缓解下香囊，在递到他掌心的一瞬，用指甲在香囊不显眼的背面轻轻划了一下，我划了一个小小的等字。世恒接过香囊，小小的手立刻将它攥紧。他没有再看我一眼，转身便走，丢下一句：走吧。秦彻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复杂，最终还是挥了挥手。我被推上囚车，车门合拢的刹那，从狭小的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世恒登上另一辆马车，他坐在窗边低着头，那只小手始终死死攥着那只香囊。车队缓缓启动，驶离扬州。我的心因他那反常的举动乱作一团。那个香囊究竟有什么特别？他为何要当着众人的面要走他？他最后那个眼神又在暗示什么？脑中纷乱如麻。可有一件事我无比清楚，事情绝不像表面看来那样简单。世恒，
我的孩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囚车一路向北，日夜兼程。我被困在逼仄的空间里，不见天日，一日三餐只有从小窗递进来的粗食，勉强维持着不会饿死。夏至被关在另一辆车中，生死不知。半个多月后，囚车终于停住，外头传来嘈杂的人声与车马声。京城到了，车门洞开，刺目的日光倾泻而入。我眯起眼，看清了车外秦彻那张毫无表情的脸。夫人，请吧，将军在府中等您。我步下囚车，离开7年的京城依旧繁华如斯，只是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光无限的都督夫人了，而是阶下囚。马车驶入都督府，府门大开，2排护卫森然而立，气氛沉肃。我被径直带向秦爵的书房，穿过熟悉的庭院，此处一草一木，亭台楼阁似乎都还保留着我离去时的模样，只是物是人非。书房门口立着2个冷面的侍卫，秦彻推开门，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我踏入房中，屋内弥漫着淡淡的龙涎香。秦爵正坐在书案之后，一袭玄色长服，长发用一根白玉簪束着，垂手批阅公文。7年未见，岁月并未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，只是眉宇间愈发深沉冷厉，像一柄被反复淬炼过的刀。他没有抬头，仿佛全然不察我的到来。他在晾着我，用这种方式宣示他的主权，也贬斥我的卑微。我亦不说话，只静静立着，打量这个我曾爱过也恨过的男人。如今心中只剩一片沉寂。时间点滴流逝，书房中只剩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压抑得令人窒息。良久，他终于搁下笔，缓缓抬起头，那双深邃冰冷的眼睛里翻涌着太过复杂的情绪，有愤怒，有怨恨，有不甘，还有些我读不懂的痛楚。我们对视着，谁都没有先开口。这场无声的角力持续了很久，终是他先打破了沉默。你回来了。他声音沙哑的厉害，不像问候，倒像宣判。是被你抓回来的。我平静地纠正，我的平静似乎激怒了他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几步逼至我面前，高大身形将我全然笼罩，迫人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他抬手捏住我的下巴，迫我仰头。陆之羽，你可知罪？他指力极重，几乎要捏碎我的下颌骨。我疼得皱眉，却不求饶。我何罪之有？他怒极反笑。抛夫弃子，与人私奔，7年杳无音信，你还敢问我何罪之有？私奔？我微微一怔，他竟以为我是跟人私奔了。我没有。他眼中怒火更炽。那扬州城里人人都知道的安夫人的亡夫有谁？我倏地明白了，我在扬州立足，替自己编排了一个双父的身份，却不想这竟成了他眼中我不真的铁证，当真荒唐。秦爵，你我早已和离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和离？那封信吗？他像听见了极荒唐的笑话。一个连亲生骨肉都能抛弃的女人写下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只知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是世轩的母亲。你逃了7年，也该玩够了。他猛地将我推开，我踉跄着撞上身后书架，才勉强稳住身形。来人！他厉喝一声，将他押入地牢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2个侍卫推门而入，便要上前压我。秦爵，我忽然开口，你就不想知道我当年为何要离开吗？他身形一滞，背对着我的肩背绷得死紧，可他最终没有回头。我不想知道。他声音冷硬如铁。我只知背叛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笑了，笑得眼眶酸涩。好，很好，秦爵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再多言，任由侍卫将我压了下去。步出书房的一刹那，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狠狠砸在了地上。地牢阴冷潮湿，弥漫着腐朽的霉味。我被投入最深处一间囚室，铁门在身后轰然闭合。黑暗中，我靠着冰冷的石壁缓缓坐下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绝望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世恒，我的孩子，你究竟知道了些什么？地牢里的时日极难熬，每日只有一个又冷又硬的馒头，一碗浑浊的水，可我悉数咽下。我不能倒，我必须活着，等一个机会。不知过了几日，3天还是5天，
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轻微而迟疑的脚步声，那脚步极轻极慢，最终停在了我的牢房外。我抬起头，借着昏暗的烛火，看清了铁栏外那个瘦小的身影，是世恒。他穿着一身锦衣，站在这阴森地牢里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。他手里仍紧紧攥着那只香囊。我开口：你来做什么？嗓音因许久未言语而沙哑干涩。他没有答，只隔着铁栏静静望我，那双眼睛在昏暗中亮得惊人。他们都说你不要我了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小小的，带着极不可察的颤抖。是。心头像被生生剜了一刀，语气平静的没有半分起伏。我不能告诉他实情，在都督府这座牢笼中，知道的越多便越危险。他抿紧嘴唇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我的冷淡刺痛了他，他眼圈微微泛红，却强忍着没有让泪落下来。这个孩子比我想象中坚毅得多。你骗人！我看着他，没有接话。他忽从怀中掏出一件物时，从铁栏缝隙里递过来。那是一封信，信纸早已泛黄，边角磨损，显然被人反复摩挲过许多遍。我接过来，展开，只瞧了一眼，瞳孔便猛地一缩。信上的字迹的确出自我的手笔，可信的内容却面目全非。那上头写着：我早已与他人有私，腹中之子并非情绝骨肉，嫁入秦家不过是贪慕权势。如今情郎来寻，我便要携子与他远走高飞。末尾甚至用极恶毒的词句咒骂秦绝不得好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当年留下的分明不是这封信，这封信是在哪里找到的？我的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。我出生那日，在我的襁褓里，是恒达。父亲他当场就瞧见了。我如遭雷击，四肢百骸瞬间凉透。有人在我走后调换了我的信，用一封伪造的信函彻底斩断了我与秦绝之间最后的可能，也让世恒从出生那一刻起便背上了的污名。难怪秦绝恨我至深，以为我与人私奔。难怪7年来他对世恒不闻不问，冷漠至极。在他眼中，世恒根本就不是他的骨血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一个名字闪电般划过。云瑶？不对，秦绝说云瑶已死，那么是云瑶的族人，还是他埋在都督府里的眼线？这封信是假的。我盯着世恒，一字一顿。你怎么证明？他小小的身子微微一震，眼中满是犹疑。我一时语塞。时隔7年，物是人非，我空口无凭，如何自证？世恒忽地举起手中那枚香囊。这个香囊，你为何要送我？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。他发现了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？他往前凑了凑，压得极低的声音只有彼此能闻。让我等。我震愕地望着他，他竟然看懂了那个字。我划下那个字时，不过是情急之下的孤注一掷，连我自己都未抱什么希望。一个7岁的孩童，怎会？我认得你的字。他似乎看透了我的疑虑。我偷偷看过你以前留下的字帖，父亲书房里有很多。他嘴上说恨你，却把你的东西都留着。我的眼眶霎时湿了。秦绝，原来他……这封信有问题。世恒继续道：你的字迹和这封信上的很像，但有些微不同。写这封信的人很刻意地模仿你。还有，你走时是冬天，可信里却说你要去江南看桃花，时间对不上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一时说不出话。这些连大人也未必能察觉的破绽，竟被一个7岁的孩子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的儿子，他远比我想象的更聪慧，更敏锐。所以，你在等什么？黑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我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证明我清白的机会。我压下心头的激动，同样将声音压得极低。我需要你帮忙。他沉默不语，让他帮助一个抛弃了自己7年的母亲去对抗他权势滔天的父亲，这对他而言太难，也太凶险。我为何要帮你？他问。因为我们是母子，血脉相连，也因为只有证明了我的清白，才能证明你不是他们口中的你是秦家名正言顺的嫡子。这话显然触动了他，他紧紧抿着唇，小脸上满是挣扎。良久，他才重重点了下头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替我找到一个人，当年跟在云瑶身边，后来留在府中的那个嬷嬷，张嬷嬷。找到他，想办法拿到他与外界往来的证据。此事很可能与他有关。
好，你等我。说完，他将那封伪造的信重新塞回我手中。这个留着，或许日后有用。而后他转过身，毫不犹豫地消失在黑暗的甬道尽头。我握紧手中信纸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希望与凶险同时降临。秦爵，还有那个藏在暗处的敌手，这场棋局才刚刚落子。世恒走后，地牢重归死寂。可我知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不同了。我在黑暗中望见了一点微光。之后2日，牢门再度打开时，来的不是世恒，而是秦爵。他换了一身朝服，神情冷峻，显示散朝后便直趋此处。他手中提着一只食盒，他令狱卒打开牢门，步入囚室。阴湿的地牢因他的到来愈发令人窒闷。他将食盒搁在地上，揭开盖子，里头是几样精致的小菜，并一碗上冒着热气的米粥，皆是我往昔爱吃的。他看着我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我没有动。怎么想绝食？他冷嗤一声。陆之远，收起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，对我无用。我若想死，7年前便死了。我平平静静地回望他，不会等到今日，让你来猫哭耗子。他脸色霎时沉下，似要发作，又生生压了回去，只死死盯住我，眼底像结了冰的刃。你就这般恨我？我从不恨你。我说，我只是不再爱你了。这句话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更能刺痛他。他身体明显晃了一下，面色惨白如纸。好一个不再爱了。他咬着牙一字字道：陆之宇，你最好记牢今日的话，待你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说得这般硬气。说完，他拂袖而去，再未看我一眼。那只食盒他没有带走。我望着那些饭菜，心底一片冰凉。这是他最后的试探，也是最后的通牒。吃了便是服软，不吃等待我的便是更残酷的折辱。我没有犹疑，端起那碗粥，一勺一勺慢慢咽了下去。我不能死，更不能在此时触怒他。我要活着，等世恒的消息。我必须让他以为我已经开始屈服了。那日后，秦爵未再来过，可每日送入牢中的饭食却一日比一日丰盛，甚至出现了我最爱的糕饼和汤羹，被褥也换成了干燥洁净的。我明白，这是秦爵的手段，先将人打入地狱，再施以小小恩惠瓦解意志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如今的我早已不是7年前那个会因他一星半点的温柔便受宠若惊的陆之羽了。又过了几日，世恒终于再次出现在牢门外。他瞧着瘦了些，可眼睛却异常明亮。他挨着铁栏，压低声音：张嬷嬷每月都会出府一趟，去城西的济世堂药铺。我心头猛地一跳。济世堂，那是云瑶娘家的产业。他说自己有头风的毛病，需用一种只有济世堂才有的药材。可我找人查过，他身子骨硬朗得很，根本没有头风。世恒顿了顿，而且他每次去都会在一个雅间里待上很久。我心中雪亮，张嬷嬷是在借抓药之名与人接头。可查到与他接头之人是谁？世恒摇了摇头。济世堂守卫森严，我的人进不去。不过他从怀里摸出一只小小的纸包递给我，我拿到了这个。我打开纸包，里头是一撮药渣，凑近鼻端，嗅到一股极淡却极特殊的香气，是乌头草。这种草药本身无害，可一旦与断肠花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种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。初时只觉乏力倦怠，10日一久，五脏六腑衰竭而亡，死状与暴病而卒无异。脑中轰然一声，7年前秦爵告诉我云瑶死于恶疾，可眼下看来，一个可怕的念头自心底升起：云瑶当真是病死的吗？又或者她根本就没死？那个叫念瑶的孩子究竟是云瑶的遗孤，还是她亲手布置的另一枚棋子？无数谜团织成一张巨网，将我死死缠裹。我的声音有些干涩：这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让厨房的人在他汤药里加了点巴豆。世恒答得云淡风轻。他拉了一整日肚子，去到药渣的时候，我便让人悄悄捡了回来。我怔怔望着他，一个7岁的孩子，心思竟缜密狠绝至此。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心口又开始隐隐抽疼。世欢，我没事。他打断我，仿佛知道我想说什么。在这个家里，不这样活不下去。语气平淡的，仿佛在说旁人的事。下一步怎么做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
所有线索都汇聚在张嬷嬷与季世堂身上，可我身陷秒锐，寸步难行。世恒虽聪慧，终究只是个孩子，我急需一个帮手，一个能自由出入都督府，又能不引秦爵生疑的人。秦念瑶，那个被秦爵捧在掌心、云瑶名义上的遗孤，她是最容易接近张嬷嬷而不被提防的人。我看着她，缓缓开口：世环，我需要你做一件事，去接近秦念瑶。世恒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，眼底掠过一抹厌恶和抗拒。整个都督府都知晓，世子秦世恒与大小姐秦念瑶素来水火不容，秦爵的偏宠和下人见风使舵的嘴脸，在这对小儿女间划下了一道深壑。我知道这很难，让你去接近他，可眼下只有他能帮我们。他是秦爵唯一的软肋，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等着他的回答。我知道这要求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而言太过残忍，无异于将他推入另一个由我亲手制造的战场。可我没有旁的选择。世恒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几乎以为他会拒绝。他抬起头：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走后，我开始盘算下一步。让世恒接近秦念瑶是一步险棋，但我必须赌秦爵对云瑶的亏欠，也赌秦念瑶这7年被教养出的天真。一个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，往往最容易交付信任。那个契机比预想中来得更快。3日后，我被从地牢中放了出来，是秦爵下的令。我回到了昔年居住的清纸院，院子洒扫得一尘不染，所有陈设皆与离去时一般无二，甚至连我搁在窗台的那盆兰草都还在，只是早已枯死，如同我与秦爵之间那点微薄的情分。夏至也被放了回来，一见我便抱着我哭得几乎背过气去。我轻轻拍他的背，示意他安心。我清楚，这不是秦爵心软，这是他计策的第2步。他想让我瞧见这些熟悉的景致，勾起对往昔温存的记忆，让我以为只要肯低头，一切都能回到原点。当真可笑，一个名叫画眉的侍女被派来近身伺候，她是府中老人张嬷嬷的心腹。秦爵这是派了眼睛来盯我，我不动声色，只做不知，安然接受了画眉的服侍。秦爵并未限制我在府中行走，只是下令无他准许，不得踏出都督府半步。我的日常便只是看书，做女红，或在园中散心，活脱脱一个以任命安分的后宅妇人。画眉自是将我的一举一动巨细靡遗地传到张嬷嬷耳中，再借张嬷嬷之口递到秦爵跟前。我乐得让他们放松戒备。转眼便是月底，秦念瑶的生辰到了，都督府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秦爵为他这宝贝女儿备下了一场极尽铺张的生辰宴，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几乎都收到了请帖。我知晓机会来了。宴会开始前，我让夏至往诗恒院中走了一趟，送去一碗我亲手做的长寿面，并带了一句话：今夜是他唯一的机会。宴席于傍晚开席，我身为都督夫人，自然要列席。当我出现在宴厅时，满堂目光齐刷刷投来，有惊讶，有鄙夷，有同情，亦有幸灾乐祸。我视若无睹，径直走到主位旁边的位置上，缓缓坐下。在那个曾属于我的位置上，如今坐着秦念瑶。她穿着一身火红的锦裙，满头珠翠，打扮得真如一位小公主。秦爵坐在她身侧，眼神宠溺，亲自替她布菜。世恒则远远坐在另一端，小小的人影在觥筹交错的热闹里显得格外孤单。他低着头，默默拨着碗中饭菜，不与人交谈，仿佛一个被遗忘的影子。我的心又是一阵刺痛。宴至半酣，宾客们纷纷上前向秦念瑶献上生辰贺礼，各色奇珍异宝堆了半间屋子。秦念瑶笑得恣意，像一只骄傲的小孔雀。轮到世恒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。世恒站起身，从怀中取出一件锦布包裹的物实，走到秦念瑶面前递过去。生辰快乐。秦念瑶撇了撇嘴，显然不大领情，可当着满堂宾客的面还是接了过来，不情不愿地打开锦布，揭开，里面握着一只木头雕的小雀，刀工不算顶精致，却栩栩如生，翅尾皆可活动，看得出颇费了一番心思。秦念瑶不屑地轻哼，一只破木鸟，随手便要丢开。等等！秦爵忽然出声，他拿起那只木雀，仔细端详，眼神瞬间变了，变得复杂，变得有些感伤，甚至带了几分温柔。他问世恒：“这是你自己雕的？”世恒点了点头：“秦爵沉默下去，摩挲着那只木雀良久。我知道他忆起了云瑶
云瑶最爱这等精巧的小玩意，当年也曾亲手替秦爵雕过一只相似的木雀。这一切都是我早先设计好的，就是要用这物件勾出秦爵对云瑶的记忆和愧疚，也让世恒的这份礼变得与众不同。念瑶，秦爵将木雀递还给女儿，这是哥哥的一片心意，好生收着。秦念瑶虽不情愿，到底还是乖巧地点了头。世恒的第一步成了，他成功地在秦念瑶与秦爵心底落下了一道特殊的印痕。他在此时变故骤生，一名侍从端着滚烫的汤羹匆匆穿行，忽然脚下一个踉跄，整个人朝前扑去。那碗热汤不偏不倚，正泼向秦念瑶。秦念瑶吓得尖声惊叫，电光石火间，一道小小的身影猛冲过去，死死挡在秦念瑶身前。是世恒，滚沸的汤羹尽数泼在他后背上，他疼得倒抽一口气，小小的身子剧烈发抖，却硬生生咬着牙关，不哭不喊，只死死挺着，满堂死寂。秦爵头一个回过神，他猛地冲过去，一把将世恒抱起，声音里头一次带上了黄急。快，传太医！我端坐席间，指甲死死掐着掌心。我知道这不是意外，是世恒自己设计的一出苦肉计。他用这具小小的身子，替他自己，也替我搏一个翻身的机会。我的孩子，你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忍？太医很快赶到，世恒后背烫得一片赤红，起了数个骇人的水泡。太医替他上药包扎，整个过程他一声不吭，只死死咬住嘴唇，额上冷汗增沉。秦爵守在榻边，脸色铁青，眼神里是前所未见的焦灼和愧悔。秦念瑶也吓坏了，站在一旁，小脸煞白，泪珠子扑簌簌直掉，小声咽如道：“哥哥，对不起。”世恒没有理他，待太医处置妥当退下，秦爵蹲下身，望着世恒，声音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：“为什么要冲过去？”世恒抬起眼，目光清澈，又带着一丝倔强。她是妹妹。他只说了这4个字，这4个字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秦爵心上。他怔怔地望着世恒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半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这么多年，他对这个儿子不闻不问，冷漠至极，甚至疑心他的血脉。可就在最凶险的关头，这个被他忽视了7年的孩子，竟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了妹妹，只因为她是妹妹。巨大的愧疚与悔恨刹那间将秦爵淹没。他伸出手，似乎想摸摸世恒的头，可手悬在半空，终是顿住了。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儿子。好好歇息。最终他只丢下这么一句，便起身逃也似的离开了屋子。我明白，我的谋划奏效了。世恒这出苦肉计不仅让秦念瑶对他心生愧疚，更彻底击穿了秦爵最后的防线。一枚疑心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会疯狂生根发芽。秦爵开始怀疑了，怀疑7年前那封信的真伪，怀疑他对我所有的判断。接下来数日，都督府的气氛起了微妙的变化。秦爵开始频繁地踏入世恒房中，虽人寡言少语，却会亲自盯着他喝药，会给他带些新奇的小玩意。父子间的坚冰虽未消融殆尽，却已出现了第一道裂痕。秦念瑶也变了，不再对世恒冷嘲热讽，每日都笨拙地凑到他屋里，想帮着照料，虽时常帮倒忙，那份愧疚与关切却是真真切切的。世恒态度仍旧冷淡，却也不再刻意躲着他，默许了他的靠近。一切都在朝我预想的方向发展。我依旧困在清纸院中，扮演着安分守己的囚徒，画眉的监视仍在，可我能感觉到秦爵的心已经乱了。他对我不再是纯粹的恨，他开始暗中派人重新查探7年前的旧事。他做得极隐秘，可我早年埋在府中的眼线还是递来了消息。他在查我离开京城前后所有接触过的人，在查那封信的来路，甚至开始疑心张嬷嬷，因为当年头一个发现那封信并将它交到他手中的正是张嬷嬷。张嬷嬷显然也嗅到了危险，她出府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整个人愈发警惕小心。可她越是这样，便越是自证心虚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半个月后，世恒的烫伤好了大半。这日秦念瑶又来看他，给他带来一块自己最爱的桂花糕。世恒望着那块糕，忽然开口：“我想吃城南福记的栗子糕。”秦念瑶一愣：“福记？那家店好远的。”世恒淡淡应了一声，脸上浮起恰到好处的失望。秦念瑶立时心软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哥哥，你想吃我去给你买，我让张嬷嬷陪我去。”世恒眼中掠过一点金光，我知道这是他替我创造的时机。张嬷嬷是云瑶留下的心腹，更是秦爵眼下重点疑心的对象。秦爵绝不会允他独自带着秦念瑶出府，他定会派暗卫尾随，而这便是我的机会。我即刻令下至
替我备下一套不起眼的衣物，又寻到画眉，直到想去后花园湖心亭坐坐透透气。画眉起初警惕，我只说不放心便随我同去，他便点了头。到了湖心亭，我吩咐他在亭外候着，自己挑帘入内。亭子四面垂着后围，我进去后从袖中取出一个早扎好的与我身形相仿的草人，给他套上我的衣裳，让他斜倚在柱子旁。从外头乍一看，便似一人在内静坐。而后我悄无声息自亭子另一侧溜下去，跳进一艘泊在岸边的小舟。船上是我早花重金买通的花匠，他撑起船，载着我悄然离开了都督府。我必须赶在张嬷嬷和秦念瑶之前抵达城南，我要亲眼看一看张嬷嬷究竟在与谁接头。秦爵，你布下的天罗地网，今日便由我亲手撕开一道口子。城南福记点心铺对街是一家茶楼，我挑了2楼临窗的雅间坐下，能将福记门前动静尽收眼底。夏至紧张地立在身后，惶惶道：小姐，万一也是被将军发现了怎么办？发现不了。秦爵眼下的心神全拴在张嬷嬷身上，他派去盯梢的暗卫只会比我藏得更深。而画眉发现湖心亭里是个草人，起码也是1个时辰以后的事了。1个时辰够我办许多事。我要等的不止张嬷嬷，还有秦爵的暗卫，只有他们先动手，我才能浑水摸鱼。约莫过了1炷香，一辆熟悉的马车停在福记门口，是都督府的马车。车帘掀开，秦念瑶蹦蹦跳跳先下了车，紧跟其后的是张嬷嬷，穿了一身不起眼的暗褐色衣裳，神情比平日愈发警醒，一双精明的眼四下扫亮。他扶着秦念瑶，口中念叨着小姐慢点，一脸慈爱。若非我知他底细，怕也要被他这副忠心耿耿的模样骗过。秦念瑶拉着他朝铺子里冲，待他们身影没入店中。我放下茶盏，眼神一理，街角暗处几个扮作货郎小贩的人，目光倏地锐利起来。是秦爵的人。张嬷嬷与秦念瑶在铺子里逗留了2刻钟，秦念瑶才提着一盒栗子糕心满意足地出来。张嬷嬷跟在后头，手中多了一只小小的油纸包。秦念瑶好奇问那是什么，张嬷嬷只笑着说是自己买的零嘴。就在他们登车，马车即将驶离的刹那，异变陡生，数名黑衣蒙面人不知从何处窜出，手持利刃直扑马车，随行护卫拔刀迎上，街面霎时大乱。那些伪装成小贩的暗卫也在此刻出手，他们的目标不是刺客，而是张嬷嬷。张嬷嬷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为首的正是秦彻。张嬷嬷大惊失色，转身欲逃，却被秦彻一把扣住手臂。挣扎间，他手中那只油纸包脱手坠地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混乱的战团上，无人留意那方寸之地。我从2楼窗口翻身而下，落地时轻巧打了个滚，抄起那只油纸包揣入怀中，闪身便钻进近旁的小巷。整个过程不过呼吸之间，街面上那场厮杀成了最完美的掩护。待我悄然返回茶楼雅间时，夏至仍自目瞪口呆。我拉起他，便从后门悄无声息地离去。我必须赶在秦爵的人察觉之前回到湖心亭，制出一个从未离开过的假象。当我带着夏至悄无声息地回到亭中，画眉仍尽忠职守地守在帷外。我换回衣裳，藏好草人，施施然步出亭子，若无其事地唤了他一声。画眉回过神，忙低头跟上。我们一同回了清纸院。几乎就在我踏进院门的同时，秦彻押着张嬷嬷也回到了都督府。整座府邸霎时戒严，秦爵的书房灯火燃了整整1夜。次日府中便传出消息，张嬷嬷畏罪自尽了。我坐在窗边，摩挲着怀中那只冰冷的油纸包。自尽，怕是被人灭口吧？秦爵，你以为人死了线索便断了？你错了。真正的线索，眼下才真真切切落在了我手中。我拆开油纸包，里头并无什么点心，只有一张窄窄的字条，字条上一字也无，只画着一个图案，一朵绽放在雪山之巅的红莲。雪域瑶池，西域一个早湮灭多年的神秘教派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云瑶，他不是中原人，是雪域瑶池的人。传闻中这个教派在10数年前一场内乱中分崩离析，他们的圣女率着一小股残余势力潜入了中原。难道云瑶便是那个圣女？她处心积虑接近秦爵，究竟图谋什么？她诈死又是为了什么？还有那个孩子秦念瑶，她当真是秦爵的骨肉吗？一个又一个谜团撞得我头痛欲裂，可我清楚我离真相已越来越近了。这日画眉忽然来禀，神色有些异样。夫人，将军请您去书房一趟。我踏入书房时，秦爵正背对我立于窗前，他
他的背影透着掩不住的萧索，房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，地上的波斯地毯已被撤去。至于冰冷的地砖，我猜张嬷嬷便是在此被灭了口。她没有回头，声音嘶哑：“你来了。”我平静地问：“将军寻我有何吩咐？”他缓缓转过身，眼中布满血丝，眼神复杂到了极致，有愤怒，有悔恨，有痛苦，还有一种近乎卑微的哀求。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，他在求我。那封信是假的。我没有开口。张嬷嬷都招了。他艰难地往下说：“是他，趁你刚生产完心神恍惚之际，买通了你身边的一个婆子，换掉了你留下的信。那个婆子事后就被他灭了口，这一切都是他自作主张。他说他只是不忍心云瑶死后还遭人误解，他每一个字都在替张嬷嬷开脱，也在替他自己寻一个可以原谅的借口。”自作主张，一个下人竟有这般胆薄。秦爵，你是在骗我，还是在骗你自己？至于……他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对不起，这7年是我对不住你和世环。这是我头一次听见他道歉。若是7年前，我或许会激动地落下泪来，可如今心早已是死水一潭。一句对不起，就想抹去7年吗？我望着他，字字清晰。秦爵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我知道弥补不了，可你信我，今后我定会好好待你们母子，我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们。都督夫人的位置永远是你的。至于念瑶，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挣扎。我会把她送去庄子上，再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。他以为这是对我天大的恩赐，他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争风吃醋，只为夺回正室之位。他从来不曾懂我。秦爵，你还是没明白，我回来不是为了和你重修旧好，我是来带走我的儿子。他面色瞬间惨白，厉声道：“不行，世环是我的儿子，是都督府的世子，你不能带走他。他是你的儿子，这7年你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？你让他活在的阴影里，现在你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，就想把他留在身边，你凭什么？”我字字诛心。他被我问得节节败退，口唇交张，却半个字也吐不出。秦爵，你我之间早就了结了，放我们母子离开是最好的结局。不可能！他像被逼到绝路的困兽，眼中蹦出疯狂。陆之羽，我死都不会放你走，这辈子只能是我秦爵的女人。他猛地上前，狠狠攥住我的腕子。就在这时，书房的门被推开了，世恒和秦念瑶立在门口。世恒脸上依旧冰冷无波，秦念瑶脸上却挂着2行清泪。显然方才那些话他们都听见了。秦念瑶哭着跑进来，抱住秦爵的腿。父亲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我以后会乖乖听话，再也不惹哥哥生气了。秦爵望着哭成泪人的女儿，心疼得无以复加，弯腰将她揽进怀中，柔声安慰：“傻孩子，父亲怎会赶你走？”那份温柔是我与世恒从未见过的。世恒走到我身边，牵起我的手，他的手很小很凉，却很有力。他仰起头，望着怀抱秦念瑶的秦爵，冷冷开口：“放我们走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”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若不让我们走，我便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陛下。告诉他，你金屋藏娇，窝藏西域妖女，你所谓的遗孤，根本就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你和那个叫雪玉瑶痴的覆灭组织，有着不清不楚的勾连。每一个字都像一道惊雷，在书房中炸响。秦爵脸色霎时褪得干干净净，他骇然望着世恒，又望向我，终于明白了。我回来从来不是为了什么情爱纠葛，我是来揭开那个足以令他万劫不复的秘密。而世恒从一开始便是我手中锋利的那柄刀。书房中的空气紧绷到极点，秦爵抱着秦念瑶，怔怔望着我们母子，像头一回认识我们。他眼底翻涌着震惊、不信，还有一丝恐惧。
他怕的不是皇帝，而是眼前这个承袭了他血脉却冷漠、聪慧，甚至带着几分狠厉的儿子。世环，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他目光越过世恒，落在我身上。他认定是我在背后操纵一切。世恒没有答，只用那双黑沉沉的眸子平平静静地回视他。那目光不似一个7岁孩童，倒像一汪早已看透世事的深潭。您当真不知吗？云瑶姑姑是谁？她接近您究竟图谋什么？您一直捧在手心里的妹妹，又究竟是谁的孩子？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秦觉心口。他脸色愈来愈白，怀中的秦念瑶也觉出不对，止住哭声，睁着一双无辜的眼，茫然地望着众人。秦觉没有答他的话，只死死盯着我。是你查到了这一切，告诉了世申。他声音嘶哑。陆之许，你好狠的心，你为了报复我，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利用。秦觉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在利用他，我是在救他。如果我不回来，他这辈子都要活在你的冷漠和忽视里，活在的阴影里。至于狠心，我再狠也比不上你，比不上你为了一个满腹阴谋的女人，伤害自己的妻子，厌弃自己的亲生儿子。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我的话像一把锋利无匹的刀，剥开他所有伪装，露出血淋淋的真相。他无力地松开抱着秦念瑶的手，小女孩摔在地上，放声大哭。他已无暇顾及，踉跄着后退数步，跌坐在椅中，喃喃道：他不是这样的，瑶妹她善良单纯，不会骗我。我冷笑。善良单纯，一个能在你身边潜伏10年，让你对她死心塌地，甚至不惜为你生子诈死的女人，你跟我说她善良单纯？秦觉，你醒醒吧，你从头到尾都只是她掌中一枚棋子，一枚用来复兴雪域瑶石，颠覆中原王朝的棋子。我将那张字条掷在他面前。你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他颤着手捡起，看到那朵雪山红莲的图腾时，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魂魄，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。他不停摇头，似濒临崩溃。我知道他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他引以为傲的爱情，他苦守了10年的执念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。秦念瑶哭着爬到他脚边，扯他的衣角。父亲，我怕。秦觉低下头，望着这张与云瑶7分相似的脸，眼中头一次露出怀疑与审视。他缓缓伸手，似乎想摸摸她的面颊，可那手悬在半空，终是无力地垂了下去。他站起身，没再看任何人，失魂落魄地走出书房，像一具被抽去魂魄的躯壳。书房里只剩下我们母子与哭得撕心裂肺的秦念瑶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，望着这个无辜被卷进阴谋的孩子，心底没有恨，只余一点淡淡的怜悯。我拿帕子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。别哭了，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的母亲也没有死，她只是不再需要你了而已。秦念瑶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睁着一双泪眼，茫然地望着我，显然还无法理解这话中的深意。我没有再多解释，有些真相须得他自己慢慢去承受。我拉起世恒的手，我们走。世恒点头，我们母子2人手牵着手，走出了这囚禁我们太久的华丽牢笼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与我的儿子自由了，而秦觉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我带着世恒离开了都督府，没有受到任何阻拦。秦觉将自己锁在书房中，3天3夜未曾踏出一步，整座都督府笼罩在一片死寂的低压中。我回到了扬州，回到我那临水而居的小院。夏至早已将此处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见我和世恒同归，激动得热泪连连。世恒望着这个哭得不能自已的妇人，小脸上仍没什么表情，却没有躲开他伸来的手，默许了他的亲近。我知道这孩子只是不善表达，他的心底比任何人都渴望温暖。日子重归平静，我重新接手了生意。世恒被我送进城中最好的学堂，他极聪慧，过目成诵，夫子们赞不绝口，只是性情依旧冷冷淡淡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与同龄孩童嬉闹。我明白7年的裂痕不是一朝一夕能弥合的，我没有逼他，只是尽我所能的陪伴他，替他洗手做羹汤，临睡前给他讲那些温软的民间故事，带他去郊野踏青放纸鸢，
将他当成一个寻常的孩子来疼爱，而非那个背负了太多沉重过往的都督府世子。渐渐的，他脸上的寒冰开始有了融化的迹象。他偶尔会对我弯一弯嘴角，虽只一瞬，却足以令我欣喜若狂。他在学堂里也有了2个说得上话的同窗，话仍不多，可至少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京城的消息仍断断续续传来，据说秦爵大病过一场，痊愈后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愈发沉默，也愈发冷酷。他对秦念瑶仍是锦衣玉食地供着，却再不见往日的半分宠溺。他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最熟悉的陌路人，那个曾经骄纵不可一世的小公主彻底蔫了，变得胆小怯懦，整日躲在自己院中。我听闻这些，心中并无半分快意。他也是个可怜人，只是我同情不了他。个人的命运各有来处，他享了7年不属于他的富贵，如今不过到了该还的时刻。秦爵开始动用一切力量，疯狂清剿雪域瑶池在中原的暗桩。他顺着济世堂这条线，挖出一个又一个据点，京城一时腥风血雨，不少与雪域瑶池有染的官员相继落马。我知这是他在向云瑶宣战，也是在向自己那段可笑的过去宣战。我以为我们之间再不会有任何交集，直到那天，秦彻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独自一人，未带护卫，瞧着比上回憔悴疲惫了许多。他立在我面前，深深行了一礼。夫人，将军想见你一面。我与他早已恩断义绝，没什么好见的。我淡淡道。将军说，事关云瑶。他压低嗓音。将军查到，云瑶并没有死，她就在京城，而且她似乎想对念瑶小姐不利。我蹙起眉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云瑶竟连自己的亲生骨裂也不放过，还是说秦念瑶根本就不是他的女儿？将军希望您能回京一趟。秦彻絮道。他说，只有您能替他揭开云瑶最后的假面。我沉默下去。京城那个地方，我着实不想再踏足。可云瑶这条蛰伏暗处的毒蛇，若不彻底铲除，我与诗恒便永无宁日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想知道当年的真相究竟如何，他为何要这般处心积虑地毁掉我的人生？好，我随你回去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带世环一起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那个害了我们母子7年的女人是如何自食其果的。我要让他知道，公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会缺席。我带着世恒再次回到京城，这一回我没有踏入都督府。秦爵在城外替我们安排了一处清幽的别院，他来见过我一面，短短数月不见，他竟像老了10岁，两鬓生出了霜华。他望着我，眼神复杂难言，千言万语到嘴边，只化作一句低哑的“你来了”。我点点头，开门见山。云瑶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摇头，声音疲惫。我只知他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念瑶，我怕他会对念瑶下杀手。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？秦爵说出这话时，眼神掠过一丝不自然。我想让你假扮我的新欢，我要放出消息，说我即将续妻，办一场盛大的宴席，便要京城明了。我要让云瑶以为我已经彻底忘了她，有了新的开始。以她的性子，绝不会允许有别的女人取代她的位置。她一定会来。我立时了然，他是要以我为饵，引蛇出洞，用我这个他最恨的女人做饵，却是最佳的选择。我为何要帮你？我冷冷望着他。因为你也不想一辈子活在她的阴影之下，只有将她彻底铲除，你和世恒才能真正高枕无忧。他说的不假。好，我应了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这场戏世环不参与，你必须将他送至一个绝对稳妥的地方。第二，事成之后，你需昭告天下，还我清白，还陆家一个公道。第三，我要你亲手处置云瑶，为你那段愚蠢的情爱，也为这7年的冤错做一个了断。秦爵身体剧烈一震，闭上眼睛，满脸痛楚，良久，他才睁眼，重重点头。好，我都答应你。计划就此议定。世恒被秦爵秘密送往城郊一处皇家别院，重兵把守，固若金汤。而我则以秦爵未婚妻的身份，高调住回了都督府。消息一出，京城上下瞬间炸开了锅。无人料到，
那位传闻中对亡妻情深似海的秦都督，竟会这般迅速地另觅新欢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这新欢不是旁人，正是7年前便已病逝的前任都督夫人陆之羽。一时间流言蜚语漫天飞，有人说我当年根本没死，是跟人跑了，如今又舔着脸回来。有人说我是狐妹子转世，使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我一概不理，只每日与秦爵出双入对，关灯听戏，泛舟游湖，任凭他替我置办最华贵的衣裳，最名贵的首饰。我们办得比世间任何一对热恋中的眷侣都要似模似样。我知暗处有无数双眼睛正死死盯着，那些眼底写着嫉妒与怨毒。云瑶怕是快坐不住了。宴会定在半月之后，地点便在都督府。秦爵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只等那条毒蛇自投罗网。宴前一日，秦念瑶忽然来寻我，她瘦了许多，也安静了许多。昔日那个骄纵的小公主已不见踪影，站在眼前的是个满眼惶恐不安的小女孩。她怯生生望着我：真的要嫁给父亲了吗？我颔首。那以后你会对我好吗？会像对哥哥那样对我好吗？我不会对你好，也不会对你坏，因为你与我之间很快就再无瓜葛了。他愣住，显然听不懂。我也不再多解释，只从装匣里取出一个小小的拨浪鼓。那拨浪鼓很旧了，是我当年亲手替世恒做的。这个送你，明日的宴席你就待在自己房里，哪里也不要去。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要出来。这是我唯一能替你做的了。他接过拨浪鼓，茫然地点了点头。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几分，也不知等在他前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我只知明日一切便将尘埃落定。宴席当日，都督府宾客如云。我着一身大红的嫁衣立在秦爵身侧，含笑受着四方道贺，面上带着得体的笑，心头却一片冰冷。我明白，今夜注定是血色浸染的一夜。秦爵握着我的手，掌心全是冷汗。他在等那个他爱了实在也骗了他实在的女人。酒过3巡，宾主尽欢之际，宴厅的大门突然被从外推开，一个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子款款走了进来，面覆轻纱，看不清五官，可那身形气韵却让秦爵的身子瞬间僵住。是他终于来了。满堂霎时寂静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不速之客身上。云瑶没有理会任何人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直直落在秦爵面上，那眼神满是哀怨与质问，仿佛秦爵才是那个负心薄幸之人。秦郎，他缓缓起口，你当真要负我吗？他抬手缓缓揭开面纱，面纱下是一张美得惊心的脸，确实与秦念瑶有7分相似，只是更加成熟妖冶。堂中宾客齐齐倒抽一口凉气，都认出了这张脸，这张曾出现在无数传说中，却分明已香消玉殒的脸。窃窃私语四起，众人皆惊疑不定。秦爵望着那张让他魂牵梦萦了10年的脸，眼中并无半分喜悦，只有无尽的冰寒与厌弃。你终于肯出来了。云瑶微微一愕，秦郎，你是在怪我当年不告而别？我也是有苦衷的，我是被人陷害，才不得不诈死脱身。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他步步走近，那副羸弱的模样，当真我见犹怜。站住！秦爵冷声开口。云瑶脚步一滞，不敢置信地望着他。别再叫我秦郎，我嫌脏。他脸色霎时惨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秦爵一字一顿。你这心如蛇蝎的西域妖女，布了10年的局，到今日也该收场了。话音方落，宴厅四面骤然涌出无数弓弩手，明晃晃的箭头齐刷刷对准云瑶。云瑶面色陡变，终于明白自己中计，尖声叫道：秦爵，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秦爵冷笑：来人，拿下他！几名护卫应声上前。云瑶眼中厉色一闪，猛然自袖中抽出匕首，抵住自己咽喉。谁敢过来，我便死在你们面前！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秦爵是个爱人的屠夫。护卫们迟疑了。秦爵亦皱了皱眉，他未料到他到如此地步，仍要以死相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稚嫩的声音自内堂响起：娘！众人惊，只见秦念瑶穿着一身寝衣，揉着惺忪睡眼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握着那只拨浪鼓。他似刚睡醒，被眼前的阵仗惊住，怯生生望着云瑶：娘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刚才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了。云瑶看见他，也愣住了，眼神瞬息间变换数次，
惊讶、厌弃、杀意，最终汇成一声极低的咒骂，声量极小，却在寂静的宴厅中格外清晰。没用的东西！秦觉身体猛地一震，难以置信地望向云瑶。他终于亲耳听见了这个女人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何等的冷酷无情。秦念瑶也听见了，小小的身子晃了晃，泪珠子瞬间涌了出来。娘，别叫我娘，我不是娘，你不过是我用来牵制秦爵的一枚棋子，一个随时可以赔掉的弃子。他的话犹如最锋利的刀，狠狠啄进秦念瑶和秦爵的心窝里，也让在场所有宾客遍体生寒。我缓缓自秦爵身后步出，冷冷望着云瑶。如今你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雪域瑶池的圣女殿下。此言一出，满堂哗然，云瑶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。她死死盯住我，她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我的名字。原来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我不是搞鬼，我只是把你做过的事一件一件还给你罢了。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？张嬷嬷虽死了，她留下的东西可还在？记事堂的账册，你与朝中某些官员往来的密函，还有你写给你那位远在西域的兄长的信，要不要我一封一封当众念给你听？我每说一句，云瑶的脸便白一分。说到最后，她已面无人色，摇摇欲坠。她知道她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她忽地转向秦爵。秦爵，你真要为了这个女人不顾我们10年的情分？你忘了是谁在你最落魄时陪着你？是谁替你挡下那致命一剑？是我云瑶啊！情分。秦琪望着他，从你决定利用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情分便已烟消云散了。至于你所说的陪伴与恩情，我欠你的，这10年也该还清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他缓缓举起手，闭上了眼。放箭！云瑶眼中蹦出不敢置信的绝望，发出一声凄厉尖叫。千钧一发间，异变再生，宴厅屋顶轰然破开一个大洞，数十名黑衣人从天而降，金钱街绣着雪山红莲的图腾，为首的是一个身形高大的银面具男子，单膝跪地。圣女，属下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云瑶眼中登时燃起希望。哥哥！面具男站起身，冷厉的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定在秦爵身上。秦爵，你敢伤我妹妹，我便要你整座都督府为她陪她葬。他一声令下，动手！黑衣死士立刻拔刀冲向宾客与护卫，宴厅内血肉横飞，乱作一团。面具男则直扑秦爵，秦彻拔刀迎上，战作一团。我拉着吓傻的秦念瑶飞快退至角落，云瑶被手下护在当中，望着眼前的杀戮，脸上露出疯魔般的笑意，指着我们厉笑。秦爵，陆之羽，今日你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，都督府将化作一片火海，而我将踏着你们的尸骨，完成雪域瑶池复兴的大业。我冷冷望着他，如同望着一个跳梁小丑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界？话音方落，宴厅外忽然传来震天喊杀与整齐划一的步伐声，无数火把将都督府照得亮如白昼，是金鸡未数的精锐。他们将整座府邸围得水泄不通。云瑶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面具男的攻势也为之一缓。他难以置信地望着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火龙。怎么可能？金鸡未寿怎么会？因为一个沉稳威严的声音自门口传来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当今天子一身龙袍，在禁军簇拥下缓缓步入。这是朕的旨意。他身侧还跟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是世恒。世恒望见我，对我轻轻点了点头。这一切原本就是秦爵与我早就谋划好的。今夜这场宴席不只为引出云瑶，更是要将雪域瑶池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。而请来天子做这最后的见证，是世环的主意。我的儿子比我想的更长远，
也更缜密。云瑶与面具男彻底陷入绝望，他们知道今日插翅难逃。皇帝望着他们，淡淡道：束手就擒吧，朕可以留你们一个全尸。面具男忽然仰天狂笑，笑声未歇，突然自怀中掏出一只黑色瓷瓶，拔开瓶塞，一股刺鼻的甜香霎时弥漫开来。不好，是铜龟散，大家快闭气！秦彻脸色大变，可已经晚了。那些黑衣人吸入香气后，身躯骤然膨胀，皮肤化作诡异的青黑色，眼中理智尽失，止于嗜血的疯狂，如野兽般扑向周围禁军。面具男自己也吸入了毒气，身体发生着同样可怖的变化。他盯着秦爵，眼中是同归于尽的疯狂。秦爵一起下地狱吧！他咆哮着冲了过去。面具男变成了一具只知杀戮的怪物，力量和速度暴增数倍，秦彻根本不是对手，几个回合便被一掌震飞，吐血倒地。禁军蜂拥而上，也只是螳臂当车。面具男的目标只有一个，秦爵。秦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脸上没有半分惧色，只有一片平静。他缓缓拔出腰间佩剑，剑锋直指那个冲来的怪物，似乎已抱了同归于尽的决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白色的身影忽然挡在了他身前，是云瑶。哥哥，不要！他张开双臂，以自己纤弱的身躯护住了秦爵。面具男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可很快便被疯狂吞没。他那已成利爪的手毫不留情地刺穿了云瑶的身体，鲜血溅了秦爵一脸。时间仿佛在这一瞬凝固。云瑶缓缓回过头，望着秦爵那张他怨了也练了10年的脸，嘴角竟浮起一抹笑，那笑容很美，也很凄凉。秦老，他轻声道：这下我们真的两不相欠了。说完，他和睦倒在了秦爵怀中。秦爵下意识地接住他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。面具男在刺中云瑶后，似乎也耗尽了所有气力，体内疯狂迅速褪去。他看着自己染满鲜血的手，眼中淌下2行血泪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悲鸣。禁军一拥而上，将他死死按住，主谋伏法。剩下的变异死士也很快被清剿干净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叛乱终于落下帷幕。宴厅内一片狼藉，血腥气弥散不去。皇帝走到秦爵面前，看了眼他怀中毫无气息的云瑶，叹了口气：爱卿，节哀。秦爵没有应声，只是静静抱着他，仿佛要他永远刻进骨血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波澜不兴。云瑶死了，死在自己最爱的兄长手中，也死在最爱的男人怀里。这或许是最好的收场，也是最残忍的惩戒。我走到世恒身边，蹲下身，轻轻捂住他的眼睛。别看，都结束了。世恒没有震动，只将小脸深深埋进我怀中，身子微微发着抖。我知道他怕，再聪慧早熟，他也只是个7岁的孩子。我紧紧搂住他，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暖意都渡给他。雪域瑶池的余孽被连根拔起，面具男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云瑶则被秦爵以溢媚之名草草下葬，没有名分，也没有悲鸣，仿佛他从不曾出现过。都督府重归平静，皇帝兑现了承诺，颁下圣旨昭告天下，替我及陆家洗刷了所有冤屈。旨意中说，我当年并非私奔，而是奉了密旨往江南探查雪域瑶池之际，7年来忍辱负重，为国尽忠。如今大功告成，复我都督夫人之位。我清楚，这只是说给外人听的，是为保全皇家体面，也保秦爵的生命。我并不在乎，我要的不过是一个清白。如今我得到了。事后秦爵来寻我，立在我面前欲言又止。至于我将圣旨搁下。都督大人，现在你可以兑现你的第2个承诺了。他愣住。什么承诺？我望着他，平静地吐出这3个字：和离书。秦爵面色骤然惨白，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你还是要走？是。为什么？他上前一步抓住我的手。我已替你洗雪了冤屈，世轩也回到了你身边，我们一家人可以重新开始。为什么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？我仿佛听见极大的笑话。原谅？秦爵，你让我原谅你什么？原谅你不分青红皂白便定我不真？原谅你让我背负了7载污名？还是原谅你让我儿子在的阴影里活了7年？他哑口无言，节节败退。秦爵，破镜难圆，
放手吧。对你，对我，对世恒，都好。我抽回手，再不看他，转身入内，留下他一人失魂落魄地立在院中。第二日，一封盖着都督府大印的和离书送到了我面前，我提起笔，在底下签了自己的名字。这一回是真真切切的终结了。我带着世恒光明正大的离开了京城，秦爵没有来送，只秦彻率一队人马护送到了城外。临别时，秦彻递来一只沉甸甸的木匣。夫人，这是将军给您和世子的。他说，这些年亏欠你们母子的太多，这些只是一点补偿。我打开，里头是厚厚的银票与田契，几乎抵得上半个都督府的家业。我没有推辞，这是我与世恒应得的。替我转告他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我放下车帘，隔绝了身后那座承载了我所有爱恨的城池。马车缓缓启动，向着南方温暖的日光驶去。世恒靠在我怀里，轻声问：娘，我们以后还回去吗？我摸摸他的头，不回去了。那父亲呢？他有他的人生，我们有我们的。世环，你记住，你的人生只属于你自己，不要被任何人、任何事所束缚，去过你想过的一生。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将小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。我搂着他，望着窗外飞掠的风景，心中是从未有过的安定。后来我听闻，我走后秦爵将秦念瑶送入了一座尼庵，他对外只说尘缘已了。青灯古佛是他最好的去处，我知道他是在护他，也是在让自己彻底放下。他终身未再娶，也无其他子嗣，将所有精力都投注于家国天下，成了一代名垂青史的孤臣。而我则在扬州扎下根来，生意愈做愈大，成了江南首屈一指的女富商。世恒也长大了，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投身行伍，而是成了一名悬壶济世的大夫。他踏遍大洲的山川，救过无数性命，他的人生平凡却也自在。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心声。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，我坐在院中晒暖，夏至端来一盘新切的西瓜，又递上一封信。小姐，京城又来信了。念吧。他说是秦彻大人差人送来的，信上说秦都督已于上月病逝，临终前一直喃喃念着我的名字，还说都督府余下的一半家产都留给了小公子，问小公子何时回去承继。我沉默良久，方轻声道：回信，就说信意我们领了，东西不要，全当为他多积些阴德。至于世恒，他不会回去了，他的人生在江南，不在京城。说完，我拈起一块西瓜咬了一口，很甜，就像我此刻的日子。岁月在江南的烟雨中流淌得格外快，一晃又是10载，世恒已长成挺拔俊朗的青年，医术愈发精湛，人心神医的雅号传遍了江南两岸。他开了间小小的医馆，唤作安康堂，对穷苦百姓常常分文不取。他说医者仁心，救死扶伤是根本。我看着这样的他，满心骄傲。他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也没有被权势迷惑心智，他活成了我最盼望的模样。我也老了，眼角添了细纹，发间掺了银丝，但我过得很舒心，生意有得力的人打理。平日里我便养花，或去世恒的医馆搭把手，日子平淡安逸。我以为我这一生就会这样波澜不惊地走到尽头，直到那天，医馆里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。那是个看起来30多岁的妇人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，头发用木簪随意挽着，面容带着久经风霜的沧桑，可依稀还能瞧出年轻时绝色的底子。她不是来看病的，是来应征做杂役的。她说她男人死了，家里还有个孩子要养，走投无路，只要有口饭吃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。世恒见她实在可怜，便把她留下，让她在后院做些劈柴浆洗的粗活。我头一回见到她是在后院井边，她正费力地往上提水，看见我，吓得手一松，水桶砸落在地。见了她一身，她慌忙低下头去，不敢看我，声音里满是惶恐。夫人，我打量着她，总觉得有些面熟，却又想不起何处见过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阿念。我心口猛地一跳，仔细端详她的眉眼轮廓，那虽被岁月磨去了光泽，深藏在骨子里的神韵却还在。是秦念瑶，那个曾经金尊玉贵的都督府大小姐，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抬起头来。
他犹豫半晌，终是缓缓抬脸，四目相接的刹那，他浑身剧颤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惧，喃喃道：“是你，陆夫人。”他扑通跪倒在地，不停磕头：“夫人饶命，我不是故意要来这里的，我真的不知这是您的产业。我只是想寻个活计养活我的孩子，求求您不要赶我走。”他哭得声泪俱下，狼狈不堪，哪还有半分当年的大小姐的影子？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上前将她搀起：“起来吧，我不赶你走。”他抬起泪眼，犹不敢信。我让他回话，问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。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，当年秦爵并没有真的将他送去尼安，只是对外那样说罢了。他给了他一大笔银钱，让他远离京城，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，说他谁也不欠，人生该由他自己做主。他拿着那笔钱南下，也曾想过好好生活，可他自幼被人伺候惯了，根本不通人情险恶，很快钱财便被人骗得精光。他流落街头，乞讨帮佣，什么都做过，甚至险些被拐进青楼。后来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货郎，生了个儿子，本以为日子能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，哪知3年前货郎走货途中遇了山匪，撒手人寰。他一个寡母带着孩子，日子愈发艰难，直到流落扬州，听说了安康堂的仁义之名，才想着来碰碰运气，不想竟撞见了我。听他讲完，我沉默了很久。命运当真弄人，曾经云泥之别的2个人，竟以这样的方式重逢。你的孩子呢？他眼圈又红了。他病了，发高烧，一直不退，我没钱给他瞧病，才想着来这里挣些铜板。我轻叹一声：“把他带来吧，让世恒给他看看。”他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地望着我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道：“大人之间的恩怨，不该牵连到孩子身上。”他再也忍不住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他把孩子抱来了，是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生得虎头虎脑，很是可爱，只是烧得小脸通红，没精打采。世恒仔细替他诊了脉，开了药方，说只是风寒入体，加上营养不良，吃几剂药好生调理一段，便无碍了。秦念瑶千恩万谢。我安排他们母子暂住在医馆后院，说等孩子病好了再做计较。孩子住下后，世恒每日都进去替他把脉喂药。2个同样失了父亲的孩子之间，似乎有种天然的亲近。小男孩很喜欢世恒，总跟在他身后哥哥地唤。世恒面上仍是淡淡，眼神却有了几分我从未见过的柔光。秦念瑶瞧着这一幕，眼眶总是湿湿的。夫人，谢谢您，谢您不计前嫌。都过去了，人总要朝前看。孩子痊愈后，秦念瑶主动提出要走，说不愿再给我添麻烦。我没有留他，却赠了他一笔银钱，并城中一间小铺面，让他做点小营生。直到这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孩子的。我希望他能好好长大，好生读书，别再走你母亲的老路。他跪在地上给我磕了3个响头，而后带着孩子离开了。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底有个声音轻轻道，仿佛一段纠缠了半生的恩怨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点。日子又复归宁静，转眼又是1年春，江南桃花开得正盛，满城皆是粉色的云霞。世恒忽然对我说：“娘，我想去京城看看。”我愣住了。去京城？去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故人故地，想去看一看。我知道他说的是谁，虽然我们都默契的不再提起那个男人，可我知道世恒心里始终还是放不下，那毕竟是他的父亲。好，娘陪你一同去。我们再次踏上北上的路，这一回的心情却与从前截然不同，没有恨，也没有躲藏，只有一片坦然释怀。京城还是老样子，繁华如织，都督府的匾额却已蒙上了薄尘。我们没有进去，只在门口站了片刻，便转而去了城郊的皇家陵园。秦爵就葬在那里，他的墓很气派，墓碑上刻满了他一生的勋业。世恒在墓前立了很久，他没有哭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望着那块冰冷的石碑，仿佛要将它看穿。最后他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的木鸟，正是当年他在秦念瑶生辰宴上送出，后来又被还回，始终贴身带着的那只。他将木鸟轻轻放在碑前，低声道：“我来看你了，我过得很好，
娘也很好，你安心吧。说完，他对着墓碑深深鞠了3躬，而后转身牵住我的手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世恒是真真切切放下了，也彻底长大了。我们在京城多盘桓了几日，世恒去拜访了几位老太医讨教医道，我则去见了秦彻。他也老了，娶了妻，有了儿女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冷峻的暗卫统领，倒成了有些发福的中年人。他见到我很是激动，我们聊了许多，聊这些年的各自境遇，也聊了些关于秦爵的旧事。他告诉我，秦爵临终前手里紧紧攥着一幅画，画上是我当年坐在窗边望雪的模样。他说秦爵这一生最快活的时光，便是与我成婚的那3年。虽然他嘴上从不说，心底却早已将我当成了他的妻。只是他被仇恨与愧疚蒙着眼，待到醒悟时，一切都迟了。秦彻还交给我一封信，是秦爵留给世恒的遗书，信上没有太多言语，只寥寥数行：世恒无儿，见字如面，为父一生戎马，亏欠良多，勿念勿恨，愿你此生平安喜乐。晚间我将信交给世恒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小心翼翼地将信折好，收入怀中。墙上烛火微微跃动，他转过头来轻声道：娘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我们离开了京城，离开了这个承载了我们太多悲欢的地方，回到了那个属于我们的温润的江南。日子依旧平平静静的流淌，只分明有些东西悄悄变了。世恒脸上的笑意愈来愈多，他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少年，而成了温润如玉的青年。他开始思量自己的终身大事。那姑娘是城中书香门第的小姐，温柔娴雅，两人十分登对。我瞧着很是欣慰。他们的婚仪很简单，没有铺张的排场，只请了些亲近的亲友。大喜那日，世恒一身大红喜服来给我敬茶，他跪在我面前，眼眶泛红。娘，儿子成家了，往后有人陪着儿子，一同孝敬您，您不会再孤单了。我笑着抚他的额，泪却止不住地落下来。傻孩子，娘有你就够了，往后要好好待人家姑娘。知道了，娘。望着眼前这个已将及关的儿子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仿佛昨日他尚是我怀中那个虚呵虚护的婴孩，一转眼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人，娶了妻，有了自己的家，我也终于可以安然老去了。婚宴散去，我一个人坐在小院中，看天边绚烂的晚霞，手中是秦爵那封泛黄的遗书。晚风拂过，将信纸吹得沙沙作响。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身着甲胄、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，看见了那个在书房中痛苦挣扎的都督大人，也看见了那个静卧于碑下沉寂长眠的男人。我们这一生纠缠了太久，也错过了太多。我陆之羽这一生爱过、恨过、抗争过，最终得到了我想要的自由和新生，无怨无悔。我将信纸凑到烛火前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化为灰烬，就像那些随风而逝的往事。从此世上再无都督夫人陆之羽，只有江南富商安和和一个叫世恒的孝顺儿子，足矣。